新债王冈拉克表示，美国经济在未来6个月左右可能会出现转折，届时消费者在疫情时期积累的储备可能耗尽，并建议投资者开始保守起来。另外，摩根士丹利首席策略师 Wilson 警告称，消费者支出恐即将坠落，美股今年表现亮丽的这一类股票将黯然失色。最后，我们观察到拜登参观通用汽车工厂时，现场对罢工的工人们说：“坚持下去，你们有权得到大幅加息和其他福利。”马斯克称，加薪40%和每周工作32小时将无疑推动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进入破产的快车道。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攀高，股指期货下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更是警告称，美联储基准利率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达到 7%。 他介绍了他自己的所谓相对无风险的投资组合，以帮助缓冲他眼中迫在眉睫的衰退。这位知名基金经理表示，他认为未来6个月左右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届时消费者在新冠疫情时期的储备将被耗尽。冈拉克说，我认为他们借了太多的钱，加息真的会开始影响消费者和小企业。冈拉克表示，2024年上半年或第2季度出现衰退的可能性确实需要得到重视，并预计裁员活动将在今年年底到2024年初有所增加。由于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高，很难真正看好股市的估值。他说，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变得更加保守，我仍然倾向于相对平衡的投资组合。我说的不是60-40股债策略，我的意思是配置大约 25% 或 30% 的股票和相同数量或稍多一点的债券。虽然目前收益率最高的是6个月期国库券，但我认为在信贷市场的某些领域会更好，这些领域的收益率为 7%至 8%， 且无需承担很大的信贷风险。冈拉克说，他已经从低质量债券转向高质量债券。他认为对10年期美国国债的投资比例应该在 25% 左右，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投资组合中某些头寸的压舱石。冈拉克表示，他现在根本不推荐高风险头寸，建议投资者持有一些长债以防经济衰退来临。对于股票，冈拉克表示，他更喜欢价值股而非增长股，更喜欢中盘或大盘股而不是小盘股。此外，他还推荐将 25% 的资金投入大宗商品。他建议投资黄金或投资于一个广泛多元化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冈拉克总结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投资组合，其中很多是固定收益， 25% 是国债， 25% 是信贷，所以一半的投资组合将产生固定收入。这就是我们的投资组合，回报大概在 7% 左右。摩根士丹利股票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表示，作为今年美股表现最亮丽之一的消费类股即将失去光芒，因为该行业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这位策略师说，这种走势符合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的观点，即消费者支出可能无法维持前3个季度出人意料的强劲势头。随着消费者支出放缓，学生贷款偿还恢复，某些家庭信用卡拖欠率上升，汽油价格上涨以及楼市数据走弱，这种走势正在加速。亚马逊和特斯拉在内的美国非必需消费品类股今年已累计上涨 26%， 是标普500指数 13% 涨幅的2倍。上周，由于美联储暗示将在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以对抗通胀，美国股市暴跌 6% 以上。这位摩根士丹利策略师表示，投资者应避免加息周期早期的赢家，如消费周期类股、住房相关类股以及利率敏感类股和小盘股。不过，他对股市的悲观展望今年尚未成为现实。他的团队建议投资者在防御型股票与能源和工业股等加息周期后期的赢家之间保持平衡。与此同时，摩根大通策略师 Mislav Matejka 说，防御型股的表现可能会持续到年底，并建议不要过于看空矿业和能源类股。
美国汽车业的大罢工形势可能更严峻。美东时间9月26日周二，在参观通用汽车位于底特律郊区的一家工厂时，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支持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提出的大幅加薪要求。他说，工人们早在2008年以及之前就拯救了汽车行业，做出了很多牺牲。当时汽车企业陷入困境，而今他们的境况很好，所以工人的待遇也应该很好，收入应该要比现在拿到的多得多。拜登对罢工的工人们说，坚持下去，你们有权得到大幅加薪和其他福利。之前若已经在劳资谈判中将要求的加薪幅度下调至 36%， 而本周二被问及是否同意若我推动汽车企业加薪 40% 时，拜登回答是的。特斯拉 CEO 马斯克此后警告，如果满足若我的要求，三大汽车制造商将很快面临破产。马斯克在原名推特的社交媒体 X 发帖称，加薪 40% 和每周工作32小时将无疑推动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进入破产的快车道。这是 UO 史上首次同时针对三大车企的罢工，也是近年来美国最强劲的罢工潮之一。首批参与罢工的3家工厂占北美汽车产量的 9%， 约有 1.3 万工人参与，3家车企合计解雇3000人左右。上周五，UO宣布扩大在通用和 Stellantis 的罢工工厂范围，新增2家公司旗下38家工厂罢工。福特的罢工仍仅限于1家工厂。有评论称，此次罢工是UO试图在汽车业向清洁能源转型期间保护工人利益的行动之一。罢工真正反对的是新技术收割，因为向电动汽车转型可能会消除许多岗位，并显著改变或重新安置其他岗位。据估计，电动化转型可能会导致 3.5 万个汽车工作岗位流失。UO 的主席 Shawn Fain 在9月17日拒绝 Stellantis 的 21% 加薪方案时强调，向电动汽车过渡必须是公正的过渡。如果美国政府要用税金为政策兜底，那美国劳工就不能被落在后面。而由于特斯拉等电动汽车领域最成功的新玩家并没有组建工会，无论罢工结果如何，特斯拉 CEO 马斯克都已经赢了。3巨头肯定会花更多的钱，任何加薪都将进一步提升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巨大成本优势。不过有专家认为，罢工也会波及特斯拉，若我获得更高工资的能力可能会在特斯拉重新组织工会的过程中给特斯拉带来压力。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若美国3大车厂罢工加剧，也有助于特斯拉在美国的市占率提升。因特斯拉不属于UO成员，在美国产能市占率约 7%， 若市占扩大，属特斯拉供应链当中的将因此受惠。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